未到约定之时，域外来客，为何擅自开战？就在林天和石浩两人激战正酣时，麒麟岭中传来一声钟响，宁川从山中冲出。林天的同伴提醒他先去与宁川决战，林天只好暂时放过石浩，冲向宁川。两人展开了一场惊天动地的对决，日月无光，愁云惨淡。最终，林天满身是血，负伤不轻，而宁川身上也有血迹。林天不甘心，路过石浩时还想趁机攻击，结果却被石浩以强大的法术反击，不仅削掉了他的长枪，还震得他咳血不止。最终，石浩擒住了林天的一条手臂，准备生擒活捉。石浩凭借强大的力量，生生扭断了林天的小臂，让这位曾经横扫3000州的强者遭受了前所未有的重创。林天虽然不甘心，但在石浩的绝对实力面前，他不得不承认自己的失败。他长啸一声，声音如龙吟般震撼全场，随后接回断臂，黯然返回紫金战船。紫金战船上，蓝色眼眸的女子轻声叹息，她意识到3000道州并非如他们所想的那样没落，这里依然有足以与他们抗衡的强者。她劝林天回来，不要再战斗了。林天虽然心中愤懑，但也不得不承认自己的失败。宁川这时候也看向石浩，对他来说，石浩是他的不是敌手。石浩也看向宁川，眼神里充满了炽热，整个人凌空而起，随时准备开打。周围的人都感受到了一股压抑的气氛，纷纷往后退，生怕被波及。直到他们退得够远，那股压抑感才消失，大家才松了一口气，开始期待起来。难道石浩要和宁川决战了？不过两人最终还是没有动手，因为不远处的紫金战船上还有5大高手，个个都很厉害。宁川最后说了一句：“下次决战。”石浩笑了笑，转身看向紫金战船。紫金战船上，一个紫发青年开口了：“两位都是人中翘楚，都是一方至尊，有资格加入天神书院。”这话一出，所有人都没想到，本来以为会有一场大决战，结果居然就这么结束了。紫发青年接着说：“只要你们能击败林天，或者我们当中的任何一个，就有资格加入天神书院，离开3000道州。”蓝眼睛的女子也笑了，说：“9天10地，比你们想象的要广袤得多，那里有无数秘籍和绝代高手，加入天神书院，这些都能向你们展示。”石浩这时候直接问道：“去天神书院能有什么好处？”林天在一旁气得不行，虽然败了，但心里还是不服气。蓝眼睛女子回答说：“9天10地有真仙的后代，也有仙家女子，天神书院里什么都有。”石浩还没说话，打神师突然插嘴：“有妞吗？”这话说的所有人都愣住了，紫金战船上的女子也是一脸愕然。不过她很快笑了，说：“自然有，我不就是吗？打神师还不依不饶，加上你身后那冷冰冰的女人也才2个啊。”火灵儿这时候掐了石浩一下，低声说：“都是你教他的吧？”石浩赶紧撇清关系：“冤枉啊，这石头本来就口无遮拦。”这时候火灵儿又在石浩耳边说：“我听说你在仙谷的时候要把古代怪胎里的男的全杀了，女的都抓去暖床，你还真做了。”石浩赶紧解释道：“我没有抓任何一个女的去暖床。”然后他还贼兮兮地对火灵儿说：“要不今天晚上你帮我暖？”火灵儿脸红了：“去死！”紫金战船上的5个人都听到了他们的对话，一个个都哭笑不得。蓝眼睛的女子又笑了，说：“9天10地无量无边，真仙的后代和仙家女子都有可能出现。”她似笑非笑地看着石浩：“你敢抓他们去暖床吗？”石浩瞪着她，这女人绝对是故意的。火灵儿又在石浩腰上扭了一下，疼得他直呲牙。紫金战船上还有一个冷冰冰的女子，看起来很难接近，不过确实很美。蓝眼睛的女子介绍她，这位妹妹的祖上曾出现过真仙。紫发青年这时候打断了他们：“你们2人已经有了资格，现在愿意去天神书院吗？”宁川问：“去哪里？”林天冷冰冰地说：“去见几位大人物，他们有些话要对你们说，说不定还能收你们为弟子。”石浩想了想，说：“好，那就去看看。”有人请他们登船，石浩把通臂神元扔给林天，然后很不客气地把5色战车收了起来，带着火灵儿冲上了紫金战船。宁川也跟着上了船，战船一下子就远去了，瞬间就消失在了虚空之中。战船上，火灵儿可有点不自在了。那5个人一直在打量他和石浩，明显不太认可石浩带着家眷上来。不过他们也没明确反对，估计是觉得石浩的实力太强，不好直接拒绝吧。也不知道过了多久，战船冲进了中州，来到了一座巨大的断崖前。这里站着3个人，那气场简直就跟庙宇里供奉的无上至尊一样，宝相庄严，笼罩着混沌气，还带着丝丝仙道气息。石浩一看，心里就震了一下，这绝对是大人物，太恐怖了。其中一个开口问：“你们可愿拜我为师？”石浩毫不犹豫地回答道：“我有师尊。”那人点点头，说：“我知道你，同那株柳树有关，我不勉强你。”石浩心里一震，他更加确信自己要去域外加入天神书院了，说不定还能通过这些人了解到柳神的事情。这时候石浩厚着脸皮问了一句：“可以带家属吗？”上面的3大至尊一听，表情都变得古怪起来，啼笑皆非。在9天10地，
其他英才看到他们，哪个不是诚惶诚恐的？这家伙居然敢这么问！你以为是去游山玩水吗？你是去修行，要去的地方无比险恶，困难重重，你自己都不见得能活下来。其中一人严肃地说。石浩又问要去什么地方，对方回答道：首先要去了解太古的盟约，去一座古城，这是对你等的考验，能成功者才可以进入无上书院。石浩一听，心里吃了一惊，他想了想，觉得这事儿确实值得一去。如果一路走下去，他心中的很多疑问说不定都能得到答案。石浩问那座城在哪里，结果被告知是在3000州外无垠禁区的最深处。听到这儿，石浩忍不住轻叹了一声，这地方听着就让人头皮发麻。边荒、太古的盟约、上一纪元的覆灭，这些事儿都搅在了一起，让人感觉特别沉重。石浩心里清楚，这些事儿肯定都关联着，而且背后肯定藏着不少秘密。这时候闵川也开口了，他问道：这是必须要走的路吗？闵川那模样，雪衣无瑕，银发如雪，长得比女人还好看，连带他们来的蓝眼睛女子和冷冰冰的女子都忍不住多看了他几眼。宁川这颜值和天赋放在哪儿都是焦点。断崖上的中年男子冷冷地说道：必须要走这条路，这是一种考验，更是一种历练，让你们明白将来要面对什么。宁川听了，沉默了一会儿，他知道那片禁区有多可怕，进去的人九死一生，连老教主都很难活着出来。宁川说：前辈，这样是不是有些强人所难？那里太危险了，我们还没到天神境，这不是送死吗？断崖上的中年人回应说：虽然死了不少强者，但也有人活着出来了。禁区里的危险不仅仅是活着的生灵，那些神秘物质更可怕，比如一滩烂黄泥，一滴奇异水珠都能瞬间杀死强者。石浩也忍不住了，说：前辈，这未免太过分了吧，这不是让我们送死吗？我知道天地可能要起烽火，你们这样做不是在培养高手，而是在消耗英才。断崖上的三人听了，露出一丝凄冷的笑容，说：你了解的不少，的确，日后注定要烽火遍地，人间乱起，那是一场无法想象的大劫。他们还说，与其培养10000头虫，还不如造就一头龙。意思是，他们要的是无上高手，不是普通的人杰。进入天神书院，注定要经历血与火的洗礼，因为他们需要的是能在战场上扭转战局的盖世人物。石浩和宁川都不是普通人，他们一下子就明白了，这世间不缺天才，但天神书院需要的是变数，是可以打破常规的至尊。宁川问道：其他古界选人也是这样吗？断崖上的人回答说：9天10地，各方古界选取人杰的标准都很严格，甚至更残酷。石浩这时候点头了，说：好吧，我去看一看所谓的禁区中都有什么。他心里有很多疑问，比如柳神、边荒、太古的盟约等，都需要他自己去寻找答案。宁川也问了进入天神书院能得到什么好处，结果被告知有各种典籍、至尊宝术、长生者手札，甚至还有仙家洞府和真仙后人切磋的机会。这时候蓝眼睛的女子又调侃石浩，说天神书院里有真正的仙子，可以抓去暖床。石浩老脸一红，火灵儿又拧了他一下。冷冰冰的女子则警告石浩，进入天神书院最好本分一些。石浩不服气，说要和他们切磋，看能不能抓住他们去铺床倒水。最后断崖上的中年人决定放宽条件，不再限制修出仙气的年轻高手，只要能走到那座古城，就算成功，有资格进入天神书院。银色战船上，火灵儿特别不舍，不想让石浩去冒险，问石浩：现在你要去哪里，做什么准备？石浩看着他，认真地说：成婚。听到石浩说出成婚这2个字，火灵儿瞬间脸红，瞪了他一眼，心里觉得这家伙最近越来越放肆了。不过想到又要分别，而且这次石浩要去那么远的地方，火灵儿心里特别伤感，眼泪都快出来了。石浩要去的禁区太危险了，连教主禁区都可能回不来，更别提他了。火灵儿心里清楚，这一别可能很久很久才能再见，说不定这辈子都见不到了。他轻声但有力地对石浩说道：你要小心。石浩却很乐观，笑着说：放心，没有人能杀我，说不定还能给你捉一头仙禽瑞兽当坐骑呢。这时候蓝眼睛的女子也凑热闹，说：也送我一头呗。石浩调侃他道：那是我给媳妇的礼物，你是吗？蓝眼睛的女子也不生气，笑着说道：到时候我一定特别优待你，给你介绍几位姐妹。石浩哈哈大笑：好期待。冷冰女子也跟着说：她逃不了，肯定会被第一时间镇压。石浩更是嚣张了，说：等着一起迎接圣驾吧，我必然会进入天神书院，等你们服侍。很快他们离开了中州，石浩带着火灵儿来到了魔州，见他的祖父大魔神。魔州是个充满战乱和煞气的地方，到处都是火山和岩浆。石浩第一次带人来这儿，也是第一次带火灵儿见他的祖父。大魔神看到火灵儿特别高兴，说道：女娃很好，只要你喜欢，爷爷自然支持。火灵儿也很敬佩祖父，认真的向他施礼。大魔神喝多了酒，突然说：
今天我给你们主持婚礼，如何？”火灵儿一下子脸红了。石浩赶紧传音给祖父，说他即将踏上一条特别危险的路，生死未卜，现在不宜谈婚事。大魔神听了，虽然不舍，但也明白这是石浩的路，不能阻止他。石浩在这里陪了祖父2天，然后就准备出发了。火灵儿特别失落，他不想和石浩分开。石浩安慰他说：“如果我还活着，一定会回来寻你的。”火灵儿问：“未来这天下会大乱，是吗？”石浩承诺说道：“无论我在哪里，都会回来保护你。”石浩想送火灵儿去火皇的隐居地，但火灵儿坚持要送他到无人区深处。石浩不放心，最后决定送他去火桑林隐居。火灵儿说：“我很喜欢这里。”火桑花开的正艳，火红的花瓣漫天飘舞，火灵儿的心仿佛宁静了下来。石浩心里特别难受，他知道这一别可能很久很久。火灵儿轻声道：“火桑花开，1年又1年，我在这里等你回来。”石浩听了，心里酸酸的，眼睛也湿润了。石浩坚定地对火灵儿说道：“一定还会再相见的。”虽然心里有点酸，但语气很坚定。火灵儿抬头看着他，看着漫天飞舞的花瓣，眼泪在眼眶里打转，但他还是微笑着说：“你该走了。”他没有痛哭，只是平静的送别，带着笑和泪目送石浩远行。石浩心里特别难受，他向前走了几步，又忍不住回头，难以迈开脚步。他心里在想，这一生难道只在修行路上前进吗？错过了多少值得留恋的人和事，值不值？他不知道。火灵儿擦去眼泪，努力绽放笑容，冲他挥手说：“你去吧，我在这里默默为你祝福，愿你此生平安，得见长生。无论你去了哪里，哪怕离开了这个世界，我都会在火桑林等你，为你祈祷。”石浩听了，心里一颤，眼泪也快出来了。石浩本想带火灵儿一起走的，但火灵儿坚决拒绝，说不想成为他的拖累。他知道石浩此行危险重重，如果还要分心照顾他，会更加危险。石浩陪着他在火桑林中漫步，最后还是不得不分别。他一步一回头，越走越远，身影渐渐消失在夕阳中。火灵儿终于忍不住，在火桑林中大哭起来，泪水模糊了双眼。石浩虽然已经看不见他了，但他还能看到那个孤单的身影。他心里特别难受，但知道自己必须走。这时候火皇出现了，他问石浩：“你为什么不给他一个希望？”石浩愣住了。火皇接着说：“哪怕只有短暂的数日，甚至几个时辰，给他希望，让他明白，让他深记。”石浩听了，心里特别愧疚，他知道自己错了。石浩说：“好，我回去。”石浩化成一道惊鸿，从天际回转，冲向火桑林。火灵儿还在那里哭泣，石浩快速冲过去，告诉他这不是幻觉，他还在。火灵儿看到石浩，露出了笑容，觉得这片天地都明亮了起来。火皇站在远处，静静地看着他们。他对火灵儿说：“孩子，既然你们有缘分，那就在一起吧，不要留下遗憾。”然后他为他们主持了婚礼，简单而庄重。石浩心里特别愧疚，不知道这样做是对是错。火皇对石浩说：“离开这3000州，你可能会遇到各种女人，我不强求你什么，只要你别忘记，这里还有一个女子在等你。”石浩郑重地点头说：“不会忘记。”火皇又说：“哪怕你回不来，甚至此生此世都不能相见，你也要记得她。”石浩说道：“我会回来的。”火灵儿又哭了。石浩明白他的心意，他在这里发誓，如果真有意外，此生不能相见，我也会想尽办法寻到。火皇叹了口气说：“如果不能重逢，如果沧海化桑田。”石浩抬起头，目光如神虹，说：“我会改变一切，寻到所有，从轮回中走出。”他的声音不大，但引发了异象，虚空中劈落下闪电，但石浩一拳击散了他们。火皇问石浩：“你相信轮回吗？”石浩说：“我不信。”火皇又问：“那你说那些有何意义？”石浩说：“如果没有，我就造一个轮回，寻到所有。”火皇摆了摆手，不想继续这个沉重的话题。这一夜，石浩陪着火灵儿，他们背靠着背坐在地上，一起仰望星空，说着话，直到天明。火灵儿的心似乎宁静了下来，他对石浩说：“走吧，我等你。”石浩起身拜别火皇，又告别火灵儿，冲霄而去。石浩化成一只鲲鹏，金色躯体带着黑色斑纹，铺天盖地，双翼一展，扶摇直上9万里，冲向天际尽头。这一天，很多人都看到了这只鲲鹏，心中震撼无边。